当水滴落在咖啡粉上时，就在发生咖啡萃取，从咖啡粉中提取所需的化合物，如咖啡因、碳水化合物、脂类、类黑素、酚酸化合物等。提取的程度会取决于多种因素，例如水温、冲泡时间、研磨度、粉量、水粉比等等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沃瓦的咖啡频道，今天让我们来聊聊萃取率的故事。首先，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1912年9月10日，E. Lockhart 在美国波士顿降生。成年的 Lockhart 在麻省理工接受教育，并获得了3个学位，最终于1938年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。之后于1941年在海军少将 Richard Evelyn Byrd 率领的南极探险队中担任生理学家。回国后，继续在麻省理工学院食品技术和营养领域做研究和教学。直到1955年，他离开了麻省理工学院，成为纽约咖啡酿造研究所的研究总监。经过实验研究与大规模的咖啡消费者对口感风味的调查，他得出正确或理想的萃取率是在18%至22%，这是大众普遍可以接受的咖啡风味。这个参数在近些年被 SCA 验证并推行至今。萃取率在18%以下被认为是萃取不足，从口感上感受到酸味过多或者太淡。超过22%的萃取率被视为过度萃取，从口感上感受到的是过于焦苦、烧焦一样的味道。那么，萃取率是如何计算出的呢？它的公式为萃取率等于咖啡浓度 TDS 乘以咖啡液的重量除以咖啡粉的重量。从公式中我们看出，想计算出你制作的咖啡的萃取率是多少，至少有3个参数：咖啡的出液量和咖啡粉的用量，我们可以得知。那么，咖啡的浓度要如何知晓呢？TDS 这3个字母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在讲到咖啡用水时也会听到这3个字母？关于水的 TDS 和咖啡的 TDS 的区别，我们不找时间，现在就讲。TDS 的意思是总溶解固体，也就是溶解性固体的总量。它表明一升的水中溶有多少毫克有机物和无机物。TDS 越高，说明水中含有的物质越高。TDS 的单位为百万分率，也就是 ppm 和毫克每升。1ppm 相当于1毫克每升，这也意味着两种量程之间切换时无需转换系数。在欧洲 ，TDS 习惯用毫克每升为单位进行测量，而北美则以百万分之一，也就是 ppm 为单位进行测量。再来看咖啡的 TDS， 咖啡的 TDS 是以百分比为单位。例如，一杯 TDS 为1.12%的咖啡，意味着这杯咖啡含有98.88%的水和1.12%的咖啡物质。精品咖啡协会 SCA 指定的金杯标准，咖啡浓度应为1.15%到1.45%，但是在北美地区认为是在1.15%至1.35%，口感最佳；而在北欧，认为理想的浓度是在1.3%至1.5%，欧洲国家认为是在1.2%到1.45%。那么，我们该怎么得到咖啡的浓度呢？通常需要专业的折射剂来测量。当光穿过空气或水等介质之间的界面时，就会发生折射。光在2种介质中的速度不同，并且由于这种差异，它会以一定角度弯曲，从而阻止其进入液体表面。相反，其所有能量都会从边界反射。折射剂通过测量这些角度为数据点，从而分析出咖啡具体的浓度。如果咖啡中的溶解物就是 TDS 含量增加，折射率就会升高；相反，含量减少，则折射率下降。我们在冲泡咖啡时，咖啡因、酚酸、脂类等各种有机物的混合物会溶解在水中，这种混合物就形成了所谓的总溶解固体 TDS， 最终赋予了它独特的香气和风味。那么，全球精品咖啡协会又是何时成立？老生常谈的金杯萃取理论又是从何而来？所谓的金杯是否也会随着时代或地域特性而改变呢？我们找时间做视频专门为大家讲解。那么，大家觉得萃取率18%至22%是不是一定准确呢？关于咖啡的浓度，你有没有自己的 TDS 标准吗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